大家好，我是念双。在北京的高级小区阳光上东，最近的房产中介都快疯了，大量的业主正在集中抛售房产，价格从8折、7折，甚至一路降到了对折。原因据说很简单，这栋楼闹鬼。业主们说，深夜总能听到一个年轻男子的凄厉叫声，久久不散。而这个声音据说属于一个不久前从这里坠楼身亡的年轻演员于朦胧。一个2000多万粉丝的明星之死，为什么能让一个高级社区的房价崩盘？这背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或者自杀故事。看完今天的内容，你或许会明白3件事。第一，于朦胧之死的真相触及到了中共体制最深层的运作逻辑。第二，随后在网络被称为网红大屠杀的运动，并非一次常规的整治。第三，这一切最终指向了中共最深的恐惧，对真相的恐惧。中共官方的结论来得快得惊人，9月11日凌晨坠楼，当天警方就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定性为酒后意外坠楼。家属无异议，工作室代发讣告。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快到不给任何人留下思考和质疑的时间。但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效率，暴露了最大的破绽。大家想想，一个复杂的坠楼案，从现场勘查、尸体解剖到社会关系走访，怎么才能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并且排除他杀呢？难道北京的警察都成了福尔摩斯在世吗？尸检报告在哪呢？参与聚会的人员名单和笔录又在哪呢？一概没有。而且于朦胧生前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有严重的恐高症，这是2016年拍戏吊威亚发生事故，脚踝5处骨折后留下的后遗症。一个连上东方明珠塔都双腿发软的人，会选择用跳楼这种最挑战他心理极限的方式结束生命，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而网络上流出的那些碎片化信息就更恐怖了，有人爆料说参与当晚酒局的并非几位好友，而是一个多达17人的精心布置的陷阱。更有人直指法医私下透露，遗体上有多处钝器伤和针眼，肋骨断裂，根本不是一次坠落能够造成的。一些网络爆料则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男童大佬，甚至点出了程青松、纪光光、高泰宇等人的名字，而坠楼地点又恰好是纪光光的住所。紧接着，一家名为北京清欢国际娱乐文化传媒的公司，在于朦胧坠楼第2天就发出声明，宣布永不与这3人合作，试图将公众的怒火引向几个可以被牺牲的狗腿子，从而保护背后真正的大佬。真正让事件性质彻底改变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当汹涌的民意开始在网上发酵，要求彻查真相时，中共试图从物理上抹掉于朦胧这3个字。微博、抖音、小红书，所有社交平台，只要是讨论案情疑点的帖子，冒头即删。成千上万的账号被禁言，甚至连央广网、北京文旅、中国法院网这些官方账号的评论区涌入了数十万条要求立案调查的留言，也都在一夜之间被清空。而这种规模的行动，只有一个机构能够协调，那就是中央网信委。而这个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就是政治局常委蔡奇。什么样的威胁才能匹配得上这种级别的维稳响应？中共的舆情管理系统的每一次行动都精确对应着威胁的等级。为了平息于朦胧事件，当局投入了上百万的维稳人员，包括不计其数的平台审核员、网评员，24小时轮班倒，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网络灭火战役。而这时，一个叫辛奇的人物浮出水面。一个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20几岁就能成为贾樟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他一开公司，张艺谋、田壮壮、王中磊这些顶级大佬都得前来站台。传闻直指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这个说法当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它可以完美解释为什么这个案子的敏感度会瞬间提升到需要动用最高级别维稳资源的程度。然而，随着网友的深挖，另一条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线索出现了。于朦胧可能不仅仅是潜规则的受害者。有爆料称，于朦胧利用与大佬接触的机会，偷偷搜集了其家族在海外洗钱的证据，甚至可能涉及军火交易。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手握铁证就能摆脱控制，重获自由。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些掌权者的恶毒。当大佬发现这只金丝雀不仅不听话，还想反戈一击时，
原先的爱意就瞬间转化为了杀心。于是，一场以酒会为名的鸿门宴开始了，10多个人轮番施暴、虐待、逼问，最终在失手将其折磨至奄奄一息后，为了掩盖罪行，伪造了跳楼自杀的现场。而且，于朦胧签约的天娱传媒是中国唯一一家国有的艺人经纪公司，隶属于湖南广电，背后是湖南省国资局。公开资料显示，在过去短短10年里，这家公司至少有9位年轻艺人离奇死亡，官方通报的理由出奇的一致，要么是抑郁症，要么是意外。这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且，当红女星杨幂曾经非常看好于朦胧，想把她签到自己公司，开出了优厚条件，但背景如此强大的天娱传媒就是死不放人。他们宁可把于朦胧雪藏3年，不给任何资源，让她慢慢耗尽人气，也不让她离开。这种近乎变态的控制欲，说明他们是想把这些年轻艺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玩物，予取予求，不容反抗。而且，网友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发现，于朦胧名下的一个工作室竟然注册了第13类军火烟火商标。一个普通艺人为何会去触碰军火这种普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领域呢？更有网友发现，与他同一届选秀出来的近100名艺人注册的公司不仅地点都在山东胶州，而且都使用了同一个手机号码。通过这个手机号，又牵扯出一个叫吴刚的私募基金合伙人，以及一个零员工，却在5年内创造了近45亿利润的空壳公司。这一系列的发现指向了一个更加庞大的、横跨娱乐圈、金融甚至军工领域的洗钱网络。明星在这里被用来注册大量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资金进行合法化处理，并转移到海外。于朦胧很可能就是因为无意中触碰，甚至可能掌握了这个网络核心秘密的证据，才最终招来杀身之祸。他以为掌握了证据就可以摆脱控制，但他太天真了，他触碰的可是中共最黑暗的根源啊！这让我想起了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起初，那也只是一个意外，一个地方性的技术故障。苏联官方的第一反应也是掩盖、封锁消息，假装一切正常。但核辐射是掩盖不住的，它会扩散，会毒化空气和土地，谎言就不攻自破了。最终，切尔诺贝利事件本身造成的死亡，远不如它对苏联政权信誉造成的致命打击。于朦胧之死，在信息时代，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官方越是疯狂删帖，越是抓捕所谓的造谣者，就越是在向所有人证明，这里面有鬼，而且有大鬼。而在中共看来，问题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讨论事实。他们发现，传统的删帖、封号手段，在真正的全民关注面前已经捉襟见肘。网民们用谐音、用暗语、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持续冲塔。这种民意的韧性是权力最害怕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了后续那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专项行动，也就是我所说的网红大屠杀。这场行动的打击面之广、标准之模糊，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中共现在不再是针对特定敏感事件的事后封堵，而是要对整个舆论生态进行无差别、预防性的基因改造。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被当成典型的案例。高考志愿填报导师张雪峰，一个粉丝数千万的头部博主，因为在看完阅兵后高喊打台湾要捐5000万，就被归入了极端言论而遭封禁。这不是很讽刺吗？中共国防部的发言人才说过，大家期待的那天不会远了，充满了军事威胁的意味。怎么到了张雪峰这里，说一句表达爱国热情的狠话，就成了极端言论了呢？这里的界限到底在哪里？答案是，界限本身就是个笑话。真正的标准只有一条，你的言论是否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是否挑动了民众的情绪，无论是爱国情绪还是焦虑情绪。只要这种情绪可能溢出官方设定的轨道，它就是危险的。张雪峰的捐5000万暴露了2个问题。第一是炫富，他让那些985毕业还在送外卖的年轻人情何以堪，这会加剧社会撕裂感。第二是把战争议题娱乐化和个人化，破坏了官方在台湾问题上一手硬一手软的复杂布局。你这边喊打喊杀，国台办那边还在邀请台湾网红来大陆做宣传呢，你这不是在拆台吗？所以他必须被拿下。
再说游戏主播蓝战飞，他看起来更无辜，他只是透露了自己的商业潜力，说年收入可以上亿，表达了不结婚就不会破产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这又犯了什么天条呢？中共定的罪名有二，第一，还是炫富，这在当前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无异于火上浇油，制造社会焦虑。第二，宣扬错误的婚恋观，这与中共官方鼓励生育、增加社会人况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你让年轻人都去学你，不结婚不生子，那么谁来当未来的韭菜呢？谁来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养老金体系？所以他也必须被消音。至于护陈峰，虽然他粉丝体量没那么大，但他的罪过却更深。他把人群分为苹果人和安卓人，把安卓思维归为一种低端思维，这不仅仅是打击了大部分使用国产手机的民众的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分类，暗示性地将许多官方的洗脑宣传都归入了安卓思维的范畴。等于说，他在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在启发普通民众进行反思和心智升级。有人说，傻子是这个国家的优质资产，你给傻子启蒙，等于盗窃国家优质资产。当局对护陈峰的愤恨正在于此，所以他被封得最彻底。你看，这场网红大屠杀的内在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他要消灭的不仅仅是明确的反对声音，而是所有可能制造社会焦虑、挑动对立情绪、增加对政府不信任、渲染对前途悲观的内容。这个标准一旦确立，就意味着任何一个需要表达观点的中国网红，理论上都处于雷区之中。你做科技测评，对比苹果和国产手机，算不算挑动对立呢？你做健康科普，指出某种流行食品的危害，算不算制造焦虑？你做美食探店，展现了奢华的消费，算不算炫富拉仇恨？这基本上等于宣布了整个网红行业的死刑。网红之所以红，恰恰在于它的真实性、情绪价值和观点输出。一个谨小慎微、四平八稳、永远政治正确的网红是不可能有流量的。它一旦失去了争议性，也就失去了商业价值。网信办9月21号的那个通知，等于成功的把全行业都变成了雷区，既杀死了网红，也干死了平台。这是一种典型的酷吏风格，就像蔡奇当年在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一样，简单、粗暴、不计后果，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令人窒息的安全。这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文字狱是何其相似。中共统治的社会已经脆弱到连民众的消极情绪都要管，连网红炫富都要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说明他已经不再有自信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只能退回到最原始也最无效的手段——压制。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思想是杀不死的，情绪是堵不住的。你越是压制，反弹的力量就越大。就像林彪的913事件，当林彪的座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消息传来时，整个中国都震惊了。那个被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叛国出逃，最终机毁人亡呢？官方最初也是极力掩盖，然后抛出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反党集团的说法。但无论官方怎么说，这件事本身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众对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的信仰。现在中国的网络环境就是，你可以说人们吃苦耐劳是多么的有奉献精神，但是你不能问为什么要吃苦，所以人们只能沉默。而这沉默的尽头，要么是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就是在沉默中一起灭亡。